注意看！男人作死，拿起一杯水直接泼到小程的脸上。一旁吃瓜老顾立马冲上前阻止，男人还想反咬小程一口。你干嘛？你还想打我啊？如果是以前的小程，估计男人早窝火了。被社会磨平了棱角的他成熟了许多，反手就呼叫了机场的佛伯乐。79号登机口。喂，你干什么？我放手！喂，放手！所有登机口都有监控，你刚刚做了什么，全都录下来了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先生闹事，泼了我们工作人员一身水。赵哥你好，我是潞州机场公安。你刚才的行为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请配合我们到派出所协助调查。虽然成功把事情给化解了，但小程也被一起带走做笔录。老顾担心他一个人搞不定，于是随后也跟着来到局子里。可谁料人家小程早就做完笔录走了，他只能尝试打电话，可却一直显示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。老顾认为小程就是在跟某个朋友疯狂唠嗑而已。刚回到公司，屁股还没坐热，天真可爱的老顾又拨通了他的电话。您好，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，请稍。另一边的小程来到了谢部长的酒吧，谢部长一眼就认出了他。最近小程的事他也比较上心，并且心里也对他有点同情，所以他立即就给老顾发去了短信。收到消息后的老顾立马来到了酒吧，刚想问问他电话的事，但看到他楚楚可怜的样子，又不忍心打扰，所以在外面等了很久。可是酒馆都打烊了，小程都还没出来。好奇的老顾进去一看，才发现小程睡着了。老顾打算就这样坐在板凳上等他醒来，再问清楚真相。可这一等就差不多等到天亮，眼看小程还没有想起来的欲望，老顾只能默默地脱下衣服披在小程的背上，然后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就回家补觉去了。隔天一大早，小程醒来就发现自己身上的外套，服务员告诉他这是老顾的外套，但小程表示我不相信。顾南亭，对。这边的老顾天一亮就起来给小程做三明治，结果一到公司就看到小程在1块钱的肉包子，他默默地看了一眼自己辛苦做出来的三明治，心想自己的白瞎了，泥战可看不得自家兄弟受着委屈，随即就去找到小程摊牌。其实让你去地勤，不是他的主意，是江部长的意思。江部长？那顾南亭怎么不跟我解释？我认识他10几年了。他就这样，从来不做过多的解释。小程一听懵逼了，最后还是厚着脸皮去找老顾道歉。是我误会你了，我都知道了。让我去地勤部是江部长的意思。不管江部长是因为什么，我都会继续努力工作。想让我放弃，不可能。CP 基础关系总算修复了。事后老顾才想起忘了问小程为什么有那么多朋友聊电话的事。隔天一早，倪战又故意把小程安排到徐总要走的登机口，让小程在他眼里刷一下存在感。接着赶紧说道：“刚才跟你打招呼的那个女地勤，就是从会员转到客人的女飞。你说的是那个女飞程潇吗？对，她怎么会在这儿？我听说是江部长把她调到地勤部来学习。一个飞行员能到地勤部学什么呀？”徐总表示想不明白，公司花费重金培养的飞行员怎么会被安排过来做地勤了？他只是稍微拉了一下男人的手臂，网友就立马把这画面发到网上了。话题就是陆航大帅哥强势碾压高能小可爱，还强行把小可爱献祭给了佛伯乐。网友实名举报陆航有黑势力，这事一下子就在陆航高层之间炸开了锅。视频算是撤下来了，但是对外造成的恶劣影响却完全收不回来。对不起，徐总，给公司添麻烦了。这件事情的确是我处理欠妥。这老头随后肯定会有所行动，他不会放过天赐良机。在场除了谢部长以外，就没人愿意帮老顾，所以老顾最终还是被撤掉了副部长职位。今天是老顾的倒霉日，可江老头却比中彩票还要开心。刚才会上，徐总已经宣布了，顾南亭不再是飞行部副部长了。当晚，老顾坐在沙发上沉默了许久，死活想不到是哪个缺心眼的玩意搞这么一出。得知兄弟落难的你总火速前来应援，熟练的从冰箱里拿出2个酒杯，然后想都不想就开瓶了。老顾表示自己不喝，可你总却告诉他这是从江老头家里的床底下抢过来。一听是江老头珍藏酒，老顾立马接过，二话不说一口闷，喝完后就吐露心声。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是有限的，但制度不一样，一套优秀的制度可以让更多的飞行员更快速地成长起来。现在停职了，什么都做不了了。看来还是你总是铁哥们。
3言2语就让老顾吐露出心声。这是要从7年前说起。老顾在一场篮球比赛上结识了初恋小易，只要1秒钟，老顾就完全被小易吸引住了。巧合的是，小易刚好又是倪总的表妹，这已经是赢在了起跑线上了呀。两人很快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毕业后，老顾用最短的时间成为了陆航的副机长，这让同为飞行员的小易感到了危机。男友越来越优秀，可自己却还是一个处于实习期观察员。别着急，陆航的实习申请我都给你填好了，我拜托了我师傅，让他带你，保证进步神速。小易为了证明自己有足够的能力，在考核时随意改变了飞行航线，这也导致了后来的悲剧。小易的死让老顾万分悲痛。这些年，他一直以来都活在回忆里。他用了7年的时间让自己变成一个工作机器。他那么拼命当上副部长，并不是为了钱。我立过誓，以后每次飞行，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，而我们的规则和制度也必须万无一失。我把所有的心血都花在建立规则制度上。本来想今年就提上议程。经过一通发泄后的老顾沉沉地睡了过去，但他都还紧握着存着关于小易的苹果手机，由此可见小易在他心中的分量。而小程这个小可爱，到现在都还正沉浸在重返飞行部的喜悦中。哇，我要幸福的爆炸了，爆炸了！瞧你那没出息样儿，都快赶上我以前了。不过宋宋的一番话又让他重返深渊。停止！你还不知道，蓝亭哥现在已经不是飞行部的副部长了。为什么啊？南亭跟那个泼泥水的旅客发生冲突的视频被人发到网上，徐总看到。可这也不是顾部长的错呀，是那个人的错，他不是都被治安拘留了吗？顾部长凭什么替他背锅呀？小程下班后第一件事就是去找老顾，结果人家根本就不理他。小程立马把老顾的水给倒掉。跑步结束后的老顾来找水喝。你知不知道浪费是可耻的行为？我没有浪费，就浇灌了土地。虽然降职的事已经让老顾很不开心了，但还有一个未解之谜让老顾十分好奇。为什么你的电话永远打不通啊？今天是他女朋友降临人间的日子，我今晚能请个假吗？可老顾就选今天让他疯狂爆肝，一边是偶像加上司，一边又是陪伴自己的心肝小宝贝，这让宋宋彻底犯难了。不过最终他还是选择了爆肝。你实话告诉我，怎么了？女朋友跟我分手了。昨天她过生日，连续3年，我都没给她过上生日。昨天你不是6点多就落地了吗？你为什么没陪他呀？南亭哥留我做案例。小程一听又是老顾吃饱撑的慌，心想这货自从被停职后，总是会干一些非正常人能所及之事。于是他转头就去找到老顾。宋宋因为你被他女朋友甩了，你知道吗？因为我？昨天是他女朋友过生日，但你却让他加班加到半夜。他跟他女朋友本来就因为聚少离多老吵架，昨天这么重要的日子，你还不让他去？经过小程的一番杠精嘴炮，要是换做以前的老顾，肯定会让小程当场嗝屁。但最近的老顾也不知道是咋了，整天总是神经兮兮的。他不仅没有反驳小程，甚至还主动去找到宋宋道歉，并且送出了自己珍藏的歼100模型。请问老顾，你还缺加班狗吗？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情，跟我说清楚，我给你准假。哎呦，真能绕，就不能直接说句好话？我先走了。细心的小程也发现了老顾的不对劲，因为只要他在上班时摸鱼，老顾就会闪现到他身后。可当他前脚刚走，老顾后脚立马就跟了出来。你去哪儿啊？回家。走吧。反正就是变着花样的想送小程回家。第一次坐老顾的高档轿车，他发现老顾的车速永远都在40迈不多也不少。开车都能开成定速巡航，这有点太好玩了，我怎么才？安静一点。可小程就是有多动症，这让有强迫症的老顾难受的要命。接着小程又关掉空调，打开了窗户吹风，看着他50×5的样子，老顾竟然也跟风模仿起来，悄咪咪地打开了一条缝隙，这简直就是离了大谱了。就连吃饭也要坐一起。贴心的小程还把自己的臭豆腐分给了他吃。可以做好准备。真的吗？那再飞30个小时，我就可以申请副驾考核了。算上飞长沙那次中间的返航备降时间，你还差28小时。我的事儿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哎。虽然你不是每次都跟我飞，但作为教员，你的任何进度我都会掌握。不久之后，小程飞行历程终于累计完毕，重新晋升到了副机长。
老顾给他们戴上了徽章，可轮到小程时却……程香，你的徽章自己戴上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你戴，为什么我要自己戴？你拿好。我也是晋级的飞行员，这份荣誉我为什么不能有？老顾只能硬着头皮上手戴徽章，岂料小程居然抬头挺那啥。老顾感受到手指上传来的异样，瞬间懵逼，徽章死活就是戴不上去，搞了几个小时才勉强戴上。谢谢顾教员。从这天以后，小程总是有意无意的撩老顾，而老顾竟然还帮他拍照，两人的配合也是越来越有默契。老顾控制起飞，小程负责降落，真是一对好 CP 啊！不过这天的他们却又遇上了麻烦，飞机刚起飞不到半个小时，就有一个女乘客感到身体不适。飞机为什么不动了？而且声音也越来越小，我们还安全吗？一对 CP 正在开飞机，却看见门外有一小孩在敲门，宇恒立马把小孩带走，但小孩还在大叫着俺要开飞机。还好关键时刻他妈妈赶到。你在这儿干什么呢？啊！我要开飞机。快跟妈妈回去，乖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扶您回去。慢点。不过当飞机停下后，小男孩没开2米。我都不会开飞机。怎么了？孩子的母亲有严重的恐飞，刚刚起飞降落的时候都非常紧张，孩子的情绪可能跟母亲的照顾有关。我要开飞机，我要开飞机保护妈妈。周周，单纯的小男孩认为这对 CP 的开飞机技术很渣，所以才导致自己母亲晕机。小程见小男孩如此孝顺，便动了恻隐之心。虽然飞机不可能让他开，但参观一下驾驶室总没问题吧？小程不管老顾同意与否，拉着小男孩就来到机舱。你看，这就是驾驶舱。这个左边呢是叔叔坐的，右边是我坐的，我们俩都可以这样一起开飞机的哦。最后还强拉着老顾和小男孩一起合影。看着老顾对小程言听计从的模样，一旁的宇恒吃醋了，也因此导致了他的腿部抽筋。刚好这一幕又被下班的老顾看见。怎么了？啊，顾机长，哎，宇恒他腿抽筋了。你们住在一起吧？啊，我送你们回家吧。不用了。谢谢顾机长，哎，你人真好。那我们先走了。一路上小心。夏至这好闺蜜就是喜欢把小程往火里推啊。另一边，不知情的小程还在傻呵呵地看着自己和老顾的合照，全然不知道自己闺蜜干了哪些好事。本来今天她的心情是爽翻天的，可谁知夏至是个大喇叭，直接就把刚刚的事给说了出来。你刚还没来的时候，我跟宇恒在公司门口，宇恒腿抽筋了，你都不知道顾机长有多着急呀，主动要送宇恒回家，还故意说送我们回家，这不是明摆着要暗示我，让我赶紧消失吗？小程听完后很不是滋味，看着绝世好闺蜜，她就觉得心烦。猪脑好了，读博。好。干嘛呀？还没熟呢。回去后越想越气，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，想打电话给老顾，却又没这个勇气。思来想去后，居然给地主家的傻儿子发去了消息。两人相互聊闲了几句不痛不痒的荤段子，接着小程便直奔主题。你先听我说，是这样的，如果一个男人对其他人都非常严格，严格到变态的程度，但他唯独对一个女生挺好的，特别宽容，你觉得那个男人是喜欢那个女生吗？老顾皱着眉看完短信，想都不想就给小程回了一句建议远离此人。建议你离他远一点，脚踩2只船，这种人不值得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是个渣男？听到渣男2字后，老顾犹豫了片刻。小杜，你说我在呢。什么是渣男？天还没亮，他就收到女租客的求助短信。你的意思是，他可能是个渣男？老顾可能还没睡醒，于是便问小杜：“小杜，你说我在呢。什么是渣男？我这有渣男语录50条，你看看自己是哪种渣男。我很喜欢你，但我不想谈恋爱。你很好，我不配。忘了我吧，下一位。你是个特别好的女孩子，她只是我的朋友，我不能有女性朋友吗？其实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好，我不想耽误你，你值得更好的。”听了小杜的一番瞎扯淡以后，老顾更加懵逼了，想都不想就给小程回了一条信息：“是的。”小程一看地主家的傻儿子都这么说了，这下他内心里更加坚信老顾就是大渣男。消息刚发出去不到5秒，老顾就反应了过来。小杜啊，我在呢。我刚才只是问你什么是渣男，不是问你我是不是渣男。好了，你不用回答。
隔天一大早，老布来参加高层会议，虽然被撤掉了副部长的职位，但主角光环还在呀。副驾驶，要不然你就选那个程潇吧，最近他表现不错，还受到了旅客的点名表扬。尽管老头极力反对小程参加，可在老布的光环影响下，徐总最终还是决定让小程参加。事后老布把好消息告诉了小程，不过小程一听到主操是姜老头，心里就十分不悦了。他怎么可能让我飞？这是徐总安排的。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。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。知道啦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。而让人没想到的是，这次的航班，老顾他的妈妈居然也在，两人都不认识彼此，但顾妈却一眼就喜欢上了小程，因为这孩子的面相看起来旺夫。下机后赶紧给儿子打去电话，老顾听到妈妈对小程的夸赞，表示十分开心，全然就把为他赴汤蹈火的宇恒给忘了。虽然宇恒在老顾这里不吃香，可却是别人眼中的珍宝啊，而眼前这个口席毛就是其中之一。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你的电话。不好意思。老公管得严，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，太缺乏创意了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边的夏至也遇到了一个蛇精病。眼镜男问夏至要啤酒喝，喝完一瓶再来一瓶，没喝够的男人显然是不尽兴。趁着空姐们去忙后，他就来到机舱偷了一瓶红酒，然后高调的回到座位上一饮而尽。飞机在江总和小程的操控下顺利降落在跑道上，而此时的老布早就在不远处等着了。可他却殊不知，此时正有一架飞机刹车失灵，溜向了小程降落的跑道上。潞州8两5两，前方飞机刹车故障，误入跑道，冲突！我是中线刹车。关键时刻，小程迅速拐向另一条跑道，才有惊无险地躲过撞击。由于刚刚的撞击导致乘客们怒气值上升，其中一个大汉直接把宇恒妹子给推倒，还不小心磕破了头。好在机场的紧急处理迅速，医疗消防很快赶到，乘客们瞬间就都下了飞机。可是最后空姐清理人员时却发现还少了个，他们把飞机找了个遍都没找到这货。最后还是机智的小程在厕所找到了他，此人正是之前那个蛇精病。他由于创业失败欠了一屁股债，对生活已经完全绝望，随时都可能狗带。小程让江总去叫人支援，自己则是留下来安抚蛇精病。经过了几个小时的交流，蛇精病成功被小程安抚冷静。可就在两人准备下飞机时，蛇精病突发蛇精，直接就把小程推倒。这一撞也让他失去了行动能力。蛇精病见惹事了，撒腿就跑。老布见小程在上面迟迟不下来，再也顾不了那些破规定了，直接就冲上了飞机，给小程就是一个公主抱。想把我逼死是吗？冷静！当你所在乎的人面临危险时，再牛逼的人也挡不住一个要为他拼命的人。老顾那颗沉寂已久心脏，在这一瞬间重新跳动了起来。他奋不顾身地冲上飞机，就算知道这样会违反规定，可却依旧义无反顾。或许他自己都没意识到，对小程的感情早就已经超越了一切。这一切也让小程感到了从未有过的悸动。慢点，来，兄弟，别怕，我陪着你。一路上，他抓紧了老顾的手，这让旁边的宇恒很不是滋味，因为他渴望的感情现在掌控在小程手里。随后，小程来到医院做了检查，他很担心自己被撞出脑震荡会让他失去这份工作。还好医生看完检查报告后说没事，小程悬着的心也彻底放下了。这一整天，老顾都陪在他身边，而两人今天的亲密接触超过了他们以往的总和。今天那么危险，都不知道飞机下一秒会发生什么。你为什么会冲上来啊？因为你是我的学员。那如果在飞机上的人不是我呢？你也会上来吗？面对小程的质问，老顾哑口无言了，一时间竟找不到合适的说辞。好在这时电梯门突然打开，才化解了尴尬。小程想等他说出答案才进电梯。就这一趟吧，我怕等久了你站不住。走吧。电梯上，两人面对面站着，老顾的呼吸敲打在小程的额头上。这一瞬间，他心脏跳动加速，一双眼勇敢地望向老顾，看着他一副懵逼相。小程忍不住嘴角上扬，这种感觉很奇妙。随着导演安排的碰撞，他不自觉地靠在了老顾的怀里。晚上，小程想起老顾白天救他时的样子，就掩盖不住自己的笑容。两人早上的暧昧举动全都被你总看在眼里。他最了解老顾了，他很明显地感觉到老顾心动了。根本就不知道飞机上什么情况，你也不是当班机长，你就跑上去救人，
你就不怕飞机着火呀？倪总的一番话也让老顾陷入了深思。虽然自己曾经发过誓言只为小姨动情，可是躁动的心又让他不受控制。这晚睡不着的还有小程，他很想给老顾发消息，却又不敢，最后还是给房东家的傻儿子发去信息。房东先生，好久没联系，最近怎么样？你听说过一句话吗？人不是活一辈子，活几年几月几天，而是活那么几个瞬间。我今天就感觉到了那个瞬间，你有过吗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还记得上次我跟你说的那个男人吗？那个渣男。不瞒你说，我好像喜欢上他了。今天我度过了神奇的一天，有些感受不吐不快，打扰了，晚安。我也度过了神奇的一天，很累，又很值得。晚安。对于熟悉陌生人来说，他可以尽情倾诉。老顾看向阳台对面，两人隔着10分近的距离，就像是一对未曾见面却又十分熟悉的陌生人。我们下集接着说，他发现自己好像爱上了小程，潜意识里让自己不愿承认，不过那双紧握的双手却让自己师傅看出了破绽。问问你的内心。这句话击破老顾了那破碎的心。小姨是他永远无法忘记的伤疤，他曾发誓要直男一辈子，可小程的出现却让他打破誓言。不善言辞的他无法发泄出内心的情绪，只能选择用睡觉来平复自己的内心。关灯，谢谢。灯已关闭。但无尽的黑暗和寂静却没能让他入睡。小程的声音不停冲击着他的大脑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一次失眠。平躺在床上，心跳却在加速，这不正是思念一个人的状态吗？他不相信，于是起床做起了运动，结果一看心跳居然恢复了正常。今晚看来要嗨通宵了。隔天一大早，公司召开了会议，商定昨天发生的事，全部责任由邮寄航空承担，没有异议。虽然事故已经鉴定了是优航的全责，但由于小程强行拐弯导致乘客受伤，其中甚至还有一个喜欢耍大牌的小明星，所以公司只能在机长和副驾驶中找出一个人背锅。我也进行了刹车的操作，但我的副驾驶他却做了转向的操作，导致人员受伤，飞机受损。小程表示自己发现问题并提醒机长，机长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，小程已经让飞机拐进了另一条跑道，所以很难从两人之中判断出谁对谁错。我计算了一下时间，从机长发出指令到副机长操作转向发出的机轮摩擦声，前后相差不到1秒，几乎是同时。不过对此姜老头早有准备，他已经在模拟机上做出了那天的数据。操作，保持中线刹车。大家都看到了，在我发出指令之后，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跟我一起进行保持中线立即刹车的操作。我们的飞机在距离优航的飞机30米之内平稳地停下。由此可见，在事发当时，如果副驾驶按照我的指令进行操作，飞机完全可以毫发无损地停下。看来姜老头是想把小程往死里整了。如果换做以前，小程估计姜老头早嗝屁了，但这次他却把问题甩给了老顾，他已经完全依赖上老顾了。我赞赏你为了救最后一名旅客留在飞机上的勇气，但之前的操作，按照目前的信息和证据来看，我无法判断。老顾的回答让他十分失望，有那么一瞬间，他觉得自己在自作多情。事后，老顾也察觉到了他的失望。他刚刚之所以那么说，只是就事论事，但他为了以后少跪键盘，在小程的要求下，他们进行了模拟，1比1还原当天的场景。他本来信心满满，可模拟数据却给了他当头一棒。原来姜老头真的没有撒谎。当时如果紧急制动，真的可以停下。心灰意冷的他此刻也接受了自己被停飞的事。老顾看着他失落的样子，便说出了解决办法。你在会上陈述的是，在姜部长发出指令的同时，你已经进行了转向操作。哦，对哦，那这样的话，我没有违背机长的指令，我只是凭本能操作。但是我又不能证明这一点啊。光有驾驶舱的语音记录器的确还不够，但是如果加上飞行数据记录器就不一样了。我已经委托谢部长在后续调查中将两者的数据结合，就能精确地证明你陈述的真实性。这下又让小程看到了希望。谢谢。我只是想如实的还原真相。顾调员就不要否认，你还救过我的命呢。这要是在古代，我是不是应该以身相许啊？注意看，这位美女正在被人网暴。不好了，
小姐出事了，你们看微博了吗？怎么了？那些航空大 V 都说是副驾驶操作的转向。是啊，是程潇操作的呀。这一下就捅在马蜂窝上了。那些键盘侠已经人肉出了肖姐，他们在网上满口乱喷，说是肖姐害得段超受伤的。什么？我看看。网上的脑残留言清一色怒骂小程，而宇恒是唯一知道真相的人。那个耍大牌的小明星是因为自己不系安全带才导致受伤，实际上根本和小程无关。可是宇恒却没有想说出来的意思，因为他害怕会连累自己，毕竟当时也是他没有尽到责任。而另一边的小程对大家骂他的事完全不放心上，他只在乎老顾的态度。此刻的老顾正拿着手机，看着已经打好的字却不敢发出去，他不知道该怎么面对目前的小程。小程似乎正在不断的变化，不知不觉中竟爱上了老顾所爱的运动和自律。他刚跑过一个转角处，老顾就开着车从身后出现，小程已经放慢了脚步，老顾也在龟速前行，但导演就是不允许两个人碰面。小程会经常来到机场，尽管知道自己没有接到复飞的通知，但只要能看一眼飞机，他的心就会舒服很多。这边的老顾也没闲着，为了小程的事他拼了命。曾经那个变态的老顾也不复存在了。女飞的各方面成绩并不低于男飞，这是有数据支撑的。事实上，招收女飞这一项，我们陆航已经大大落后于其他友航了。不过姜老头这货就是想把小程往死里整。我看，不如大家举手表决吧。同意我这个提议的，请举手。只有主角光环而没职权的老顾终究还是势单力薄。这段日子老顾也是逐渐憔悴，宇恒最终还是没能忍住把真相说了出来。当时我在做落地前的安全检查，然后我发现他没有系安全带，我提醒了他好多次，他还是不肯配合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后来飞机转向的时候，我就发现他的脖子扭伤了。老顾听后表示十分生气，宇恒表示十分委屈。我还能做些什么吗？第一，马上上报公司；第二，你回忆一下，还有没有其他旅客亲眼看到在落地的时候他没有系安全带？回家后他犹豫了好久，还是拨通了斯文败类的电话，因为他是真相的唯一目击者。不过这货也是坏到透顶了。今晚。可是为了让老顾不再担心，他还是决定赴约。与此同时，小程事件又开始发酵，有人居然挖出了他的家庭住址。老顾点看图片一看，才发现每天跟自己聊天的女租客就是小程。这一刻他彻底凌乱了，而这边的小程也遭到了脑残粉的恶意剪电信。他折腾了半天也没搞清楚怎么回事，于是便求助地主家的傻儿子。接下来两个最熟悉的陌生人终于见面了。这是他第一次在女人的面前露出羞涩的一面。小程表示十分惊讶，原来自己通讯7年邮件的房东竟然会是魔鬼领导。那你什么都知道啊？魔鬼领导，渣男。在这一刻，两人的对调，魔鬼领导害怕到连话都不敢说出来。小程好不容易逮到难得的时刻，又怎么能放过老顾？老顾完全就不敢直视小程的眼睛，此时的心跳如果要测的话，估计 ICU 起步。你觉得我怎么样？你挺好，作为房客也挺好。哎呀，我就跟你开个玩笑，你那么紧张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在电子邮件里说的那些话，你也不必太放在心上啊。你也知道我这个人说话本来就是肆无忌惮的。小程脑子瓦塔了吗？竟然放过这么好的机会！老顾走后，他立马冲进屋里关上门。从这天以后，小程彻底50成5了。天天晚上都盯着老顾的房间看，时不时还会傻笑。而老顾也很惨，失眠成为了日常，只要一闭眼就是小程。不久之后，飞机事件也终于调查清楚了，有了宇恒的证据，再加上老顾给出的有力数据，小程彻底摆脱了失误的嫌疑。程潇同志啊，你表现得非常好，前途可期。谢谢徐总对我的认可，谢谢各位领导对我的认可。随后，老顾还把那些脑残粉献祭给了佛伯乐。小程感到安全感满满。这次飞机事件让他和老顾擦出了爱情的火花。小程为了感谢老顾，他找宋宋查出了老顾这些年来飞过的航线。那漂亮，小奸细。然后亲手在地图上画成路线图，还贴心的标记好时间。有了爱情滋润这个增益 buff， 小程顺利拿到复飞资格，还被陆航杂志被评为飞行员 MVP。而老顾这段时间改变也是非常大，倪总这个铁哥们一眼就能看出来，
他感到十分安慰，因为老布终于从小易的死走出来了。不过有人欢喜就有人忧虑，雨恒妹子就感觉不妥了。全天下人都能看出来，导演却强行安排夏至当个缺心眼，傻不愣登的撮合雨恒和老布上车。小程此时很想把这个闺蜜大卸八块。南天哥，要不你先送程小姐回家吧？今天真的不好意思让她破费了，最后再送我们就好。先送你们，我跟顾教员住一个小区。小程这一操作骚到爆炸。到家后，小程邀请老布上去喝咖啡，结果老布却想入非非。顾教员，你在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。进门后，小程拉着老布来看自己绘画的路线图，接着又拿出一张新的地图，让老布也把他的航线给画出来。老布不带犹豫的直接画了出来，这比什么情话可好使得多了。就在两人干柴遇到烈火之时，8个这电灯泡却施展了打断技能。欢迎登机。他可能饿了吧？你去看一下吧。老布只能败兴而回了。